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韭菜不香。近期 Michael Burry 开车的时候听了一度财经广播，听完之后他发了一条帖子，说了一段让华尔街不太舒服的话。他说，一度上所有人都在谈人工智能，没有其他任何话题。股价的涨跌跟就业数据和消费者信心毫无关系，股票涨只是因为它一直在涨。所有人都以为自己理解了人工智能这两个字母，这感觉就像1999年到2000年泡沫的最后几个月。Burry 不是随便说说，他真金白银加仓了英伟达的看跌期权，行权价115到125美元。他加仓了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的看跌期权，行权价550。他加仓了半导体指数基金的看跌期权，行权价330，到期日全部在2027年。他做空了 Palantir， 说 Palantir 的合理价值最多是2位数，大约46到50美元，当前价格超过140美元。他清仓了 GameStop。他的基金 Scion Asset Management 上一份公开持仓报告显示，总名义持仓大约13.8亿美元，其中 Palantir 的看跌期权名义价值就超过9亿。这个男人在2008年靠做空美国房地产市场赚了几十亿美元。他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，叫《大空头》， Brad Pitt、Christian Bale、Steve Carell 全在里面演他和他的同行。现在他说人工智能是下一个次贷。Burry 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，他是一名神经科医生出身，自学成才的投资者。他有一只眼睛是假的，因为小时候的一场肿瘤手术。他社交能力极差，后来被诊断出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。他不擅长跟人打交道，但极其擅长在数据里找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2005年，他开始做空美国房地产，当时整个华尔街都在嘲笑他。他的投资者威胁要赎回所有资金，他的基金差点关门。2年后，房地产崩了，他的基金赚了4.8亿美元，个人净赚1亿。同一个星期，标普500创了历史新高7393点，纳斯达克创了历史新高26247点，半导体指数一周涨了10%，年初至今涨了65%，Intel 一天涨10%，AMD 一天涨18%。一边是大空头说末日要来了，一边是市场说派对才刚开始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订阅和关注，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。先看 Burry 的核心论据，他做了一张图，把2022年到2026年的费城半导体指数走势叠在了1996年到2000年的走势上面，两条线几乎完全重合。1996年到2000年，半导体指数涨了大约10倍，然后崩了80%。2022年到2026年，半导体指数又涨了大约5倍。他在图上标注了一句话：图形的走势和级别比单纯的数字更接近。第二个论据是席勒市盈率，这个指标用过去10年的平均通胀调整后利润来计算整个市场的估值。截至本周，席勒市盈率是40.1倍，历史上只有2个时候超过这个水平，一个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巅峰，另一个是2021年牛市的尾声。统计规律显示，当席勒市盈率超过35倍的时候，未来10年的年化实际回报率趋向于0，甚至为负。第三个论据是市场跟经济基本面的脱节。标普在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历史新低的同一天创了历史新高。4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只是略超预期，股市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暴涨。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跌到了63年来的最低点。普通人对经济的感受是悲观的，但股市不在乎。Burry 说，当市场只对好消息反应，对坏消息无动于衷的时候，那就是泡沫的特征。他不是唯一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。对冲基金大佬 Paul Tudor Jones 同一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了几乎一样的话。他说，
当前的环境跟1999年非常像，大概离泡沫巅峰还有1到2年。他的原话是，当这轮涨势结束的时候，股价的下跌幅度会是极其剧烈和出乎意料的。Jones 的观点其实比 Burry 微妙一些，他没有说泡沫明天就会破，他说的是还有1到2年。言下之意，当前的策略应该是继续骑在牛市上面，但随时准备跳车。现在看另一边，华尔街的多头在说什么？高盛的2026年标普目标价是7000，已经被突破了。部分分析师开始喊10000点，甚至13000点。逻辑是，人工智能的资本开支才刚刚开始。4大科技巨头今年的资本开支合计755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83%。这些钱几乎全部花在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芯片上。而且高盛的报告显示，2027年的资本开支会比2026年更高。标普500的公司正在把现金从回购转向资本开支。2026年资本开支预计增长33%，而回购只增长3%。科技巨头把100%的经营现金流都投入了资本开支，几乎没有多余的钱做回购。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向。企业用行动在告诉市场，人工智能不是概念，是必须立刻建设的基础设施。多头最强的论据是，这次跟2000年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：盈利。2000年的互联网公司大部分没有收入，更不用说利润。思科、朗讯、JDS、Uniface 这些当年的明星股，市盈率动辄几百倍，甚至根本没有盈利。整个泡沫是建在梦想上面的。思科在2000年3月的市值一度达到5500亿美元，是当时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。1年后跌了86%。Intel 从75美元跌到了18美元。Sun Microsystems 从64美元跌到不到3美元，最终被甲骨文收购。这些不是小公司，这些是当年的英伟达和 AMD。2026年的人工智能龙头股是全球最赚钱的公司，微软的100年净利润超过1000亿美元。Google 上个季度净利润626亿，同比增长81%。英伟达的毛利率超过70%，Meta 的广告收入增长33%，Amazon 的 AWS 创了15个季度最快增速。这些不是没有收入的创业公司，这些是正在以2位数增速增长的巨型印钞机。另一个区别是需求的真实性。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里，很多公司卖的是概念，用户数、点击量、眼球经济，没有人真的在互联网上花大钱。2026年的人工智能需求有真实的企业客户在买单。Google Cloud 的合同储备4600亿美元，微软的商业合同储备6270亿美元。Amazon 的云服务收入一个季度376亿，这些都是已经签了合同、正在付钱的真实需求。但多头的论据也有漏洞。第一，估值 ，Palantir 200倍市盈率 ，Rocket Lab 仍在亏损，但市值400亿 ，SanDisk 1年涨了30倍，这些估值即使放在2000年也不算便宜。第二，资本开支的回报率。4大巨头1年花7550亿美元建数据中心，这些钱最终能赚回来多少？微软的毛利率已经开始下降，因为数据中心折旧在加速。Amazon 的自由现金流暴跌了95%，建基础设施是烧钱的，回收周期长。第三，集中度。标普500的涨幅高度集中在少数几只股票上，如果去掉前10大科技股，剩下的490只股票今年的表现平平。这种极端的集中度跟2000年的纳斯达克非常相似，而且散户的参与度正在飙升。Robinhood 的交易量接近历史最高 ，Reddit 的投资板块每天数百万条帖子。这种全民参与的狂热跟1999年全民炒股的氛围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性。第四，也是最核心的利率。
2000年的泡沫是在降息周期里破裂的。当前美联储维持高利率不变，没有降息计划。高利率环境下，资产泡沫更脆弱，因为资金的机会成本更高。所以到底谁对？答案可能是两边都对，只是时间框架不同。Burry 看的是终点，他相信当音乐停下来的时候，很多人会发现自己没有椅子可坐。他在2005年就开始做空房地产，但泡沫一直到2007年才破。他对了，但他等了2年。这2年里，他的基金差点被投资人赎光。华尔街看的是现在，企业盈利在增长，资本开支在加速，人工智能的需求是真实的。只要这3件事继续成立，股价就有理由继续涨。Paul Tudor Jones 可能是最诚实的那个，他说还有1到2年，他的意思是现在卖太早了，但不要以为这场游戏能永远玩下去，而且接下来几个月有一波巨型上市潮可能成为测试。OpenAI 计划以接近1万亿美元的估值上市， Anthropic 也在筹备， SpaceX 跟 xAI 合并后计划6月上市，目标估值17500亿。如果这些公司成功上市，并且股价维持住，市场信心会进一步膨胀。如果任何一个大型上市遭遇冷遇， Burry 的警告就会立刻获得巨大的共鸣。对普通投资者来说，最危险的不是泡沫本身，而是在泡沫里失去理性。2000年纳斯达克崩盘前的最后3个月，指数涨了50%，很多人是在最后那3个月被吸进去的。有一个数字值得所有人记住，2000年3月纳斯达克见顶之后，用了15年才回到同样的水平。15年。如果你在2000年3月买入纳斯达克指数基金，然后做了最简单的事情，持有不卖，你需要等15年才能回本。Burry 可能又一次太早了，他可能需要再等1年甚至2年才会被证明是对的。但他的警告值得每一个正在赚钱的投资者认真思考。当然，也必须指出 ，Burry 在2008年之后的预测记录并不好。他在2021年做空特斯拉， Musk 在社交媒体上嘲笑他是一个坏掉的钟。他之前几次发出崩盘警告，市场都继续涨了很久。但坏掉的钟一天也对2次。问题是你能不能承受等待的成本？那普通投资者应该怎么做？第一，不要试图预测泡沫什么时候破。Burry 在2005年开始做空房地产，等了2年。如果你在2024年就开始做空英伟达，到现在已经亏了好几倍。做空的风险是无限的，做多的风险是有限的。第二，检查你的集中度。如果你的投资组合里70%以上是科技股，那你的命运跟这个泡沫是否破裂直接挂钩。适度分散到其他板块和资产类别是基本的风险管理。第三，有一个数字值得记住，不管市场怎么涨，你的仓位里永远要有一笔你不会碰的现金储备。Burry 在2005年等待的那2年里，靠的就是这笔钱扛住了投资人的赎回压力。没有现金储备，你就没有等待的资格。第四，关注基本面而不是价格。如果你持有的公司收入在增长，利润在增长，现金流在增长，那短期的股价波动对你来说只是噪音。怕的是你持有的公司本身就没有基本面支撑，全靠估值扩张在涨。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，但它会押韵。Burry 也用了马克·吐温的这句话：26年前的互联网泡沫和今天的人工智能泡沫，押的可能是同一个韵，区别只是这次唱歌的人换了，但曲调听起来很熟悉。感谢大家观看，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，你的订阅、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我是韭菜不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